作为佛教中最神秘的法门，神通到底指的是什么？回看前世，预言未来，看破人心，穿越时空，这玄之又玄的三明六通，乍一听不过是神佛说唬人的基本套路。可颇为有趣的是，佛教的观点与玛雅文明，甚至与科学都有着惊人的巧合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新来的朋友们点个关注，带您欣赏更多精彩内容。虽然佛教仅讲究神通二字，但神通本身其实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说法。据大藏经的说法，神通具体来说可以分为六通。第一通名叫宿命通，顾名思义，当人们突破这一神通之后，他就能知晓自己的前世。天眼通，根据佛家弟子的说法，拥有这一神通之后，人们不光可以拥有千里眼，还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。清代地方志中就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，说是有一群人拉着一个不信佛的朋友一起上五台山，所有人都发现了寺庙正中央的墙柱，只有那个不信佛的朋友没看到，愣是撞了上去。在这里，这位不信佛的人其实就是没有开天眼通的结果。其次就是天耳通，它给人带来的变化有点类似天眼通，即一个人不仅能够看得远，还能分辨事物的真假。换句话说，其实就是能够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。他心通或许是最能吸引人们的一种神通。据大藏经记载，拥有他心通的人可以光凭自己的感觉就知道别人在想什么，这不是妥妥的读心术吗？神足通也是门不错的神通。一个人若是能够开发出这一神通，那么就能够上天入地，只要是他想去的地方都能瞬间到达，哪怕这一想去的地方可能是在过去又或是未来。这也是说，拥有神足通也就可以任意的穿梭时空。光是这五通的附加价值就已经让人目瞪口呆了。关键在于，在佛教眼中，这五通并不是什么稀罕的玩意儿，因为只要普通人认真修炼，通过打坐这种方式也是可以打通这五通的。而只有第六通，也就是漏尽通，才需要人们禁欲，成为正儿八经的佛教弟子才能有可能做到的。所谓漏尽通，其实指的就是不再有任何烦恼，达到大智慧的地步。要想获得漏尽通，就需要深入学习宿命明、天眼明、漏尽明这三明。成佛真的很难吗？佛家的答案或许让人有些意外，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是佛，而且每个人都能获得神通中的五通，拥有回到过去预言未来的能力。最重要的是，开启神通的办法也并不复杂，那为什么很少有人能做到？问题出在哪里呢？佛教与其他宗教中最大的区别，或许就在于其他宗教引导着人们如何敬畏神明，而佛教却告诉大家，你自己本来就是佛，本来就拥有神通，只是人的这些神通都被分别、执着、妄想等心智给遮蔽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人好似一个睡佛，需要去唤醒。一旦人们的神通都被唤醒了，那么人类就能迎来高度发达的文明状态。佛教的这一说法与玛雅人的传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处。玛雅人就认为，在整个地球的文明演变史上，人类并不是唯一的高级文明。在人类之前就已经存在过4个拥有高度智慧的文明。比如说根达亚文明，这一文明是一个拥有超能力的存在，每个物种都生长出了第3只眼睛，可以任意的看到过去与未来。除此之外，他们也不需要依靠男女交配的方式来进行自我繁殖，只需要女性用神通与居住在天上的神明沟通，那么子嗣就会出现。尽管这一文明很高级，但还是没能扛过恐怖程度达到地狱级别的史前大洪水。如此看来，玛雅人所说的根达亚文明就应该是完全激活了内在神通的存在。那么如果人类想再次进化，激活内在神通的话，又该怎么办呢？或者说，人类又该如何摆脱分别执着不该有的心智呢？佛教说的解决方法很简单，就是认识到世界的虚无。金刚经中曾明确的说过，人类所处的这个世界其实不是真实的。这并不是说你今天吃到的食物是假的，而是指人类所见到的事物其实根本就不是事物真正的面貌。人类肉眼所及的地方，包括自身与他人，都是加上了一层厚重的滤镜的，并非事物本身的面貌。这也就导致人类就好像生活在一个自己亲手打造的虚拟世界中一样，够不着一点真实，更别说永恒了。可别小看佛教这一见解，许多科学家正是从这儿得到了灵感，他们也开始设想，人类是不是真的生活在一个虚
虚拟世界里。举个例子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都执着于寻找外星生命这件事儿，很多人不大理解，但马斯克却将这一举动解读为，如果在茫茫宇宙中都找不到其他的高级生命，那么人类就很有可能是被神造出来的，活在虚拟世界中的玩物。更为有趣的，或许还在于佛教这个词在几千年的梵文中的解释，本来就是悟道者的意思，它所承担的功能与如今的科学家其实没什么区别。换句话说，对这个世界做出的虚空判断，其实是1000年前的科学家关于宇宙的本质认识，而1000年后的科学家们似乎与前人达成了共识。佛教1000年前的一个观点，竟然被当代科学家给证实了。多维空间的秘密在佛经中也有所体现。科学与佛学到底发现了什么呢？华严经中曾明确地说到这么一个观点：一沙一世界。很多人对此说法不以为然，毕竟就靠一粒沙子的大小，又怎么可能容纳世界这般大的范畴呢？现代科学告诉你，一粒沙子里还真有可能藏一个世界，只不过这个世界光凭肉眼是无法见到的。原因很简单，它已经属于其他维度的空间了。目前人类肉眼所感知的世界仅限于3维空间，可在科学研究中，对空间的认知其实已经走到了11维。早在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的时候，科学家们就确定了4维空间的存在。而后沿着这一思路，科学家们发现了更多的高维度空间。具体来说，4维空间类似于平行时空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在同步进行。倘若人是个4维空间的生物的话，那么他就可以轻易的进入空间内的任意时间线，查看自己的过去与未来。而往这一空间上加一条时间线的话，就成了5维空间。5维空间的时间线更为复杂，但更为有趣。举个例子，假设你现在刚大学毕业，在4维空间里，你能看到自己在公司上班的场景，但在5维空间里，你或许能看到成为咖啡师或者是其他职业的自己。换言之，空间的维度越高，所释放的可能性也就越多。因此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佛教所谓的一沙一世界，就不是局限于3维空间内的说法，而是达到了超高维度的境界。有趣的是，科学家是靠着研究不断的发现这一现象，而佛教则是通过坐禅的方式。大藏经记载到，释迦牟尼领略宇宙奥秘的时候，只是坐在了一棵菩提树下，静静的用心观察。尽管打坐修炼这一方式已经延续了上千年的历史，但是为难人的是，迄今为止也只有释迦牟尼一个人达到了神明的境界。而佛教对此的解释是，只有释迦牟尼一个人完美的做到了戒定慧，尤其是把握住了定这个字的精髓。简单来说，定就是专注。或许你会说，专注还不简单？的确，短时间的专注确实不难，可问题在于，释迦牟尼一专注起来，可就是10几年。光是了解入门级别的定，就花费了释迦牟尼10几年的时间。据《金刚经》记载，释迦牟尼先是花了3年的时间修到了定的第1境界，之后又花了3年多的时间，以同样的方式达成了定的第2境界。随后，他才在菩提下不吃不喝，花了7天的时间修成了定的最高境界。这定力不得不说，着实令人佩服。毕竟放在现代，人们要是能专心的把一件事情连续做1个月，都会觉得烦腻无比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释迦牟尼的悟道也不是没有原因的。且不说能不能激活神通这个事情，如果一个人真能专心的把一件事情连续做好，那么也能成为这一领域的佼佼者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